你说各位观众，这一样东西是我在看这科技，好屌哦！我不喜欢大人的苦味，要像我们这样子才有苦过的感觉吗？我们才能够体会这种苦吗？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欢迎来到我们的加班吃什么？为什么今天要加班？因为我们来大阪拍日本代官企划，已经拍到一段路，每一天都是15000到2万步的，超级累。我们今天跟日本文具达人 Kiki 逛到了全家，他推荐了这3款饼干，对，我们就很临时加一个企划，就来把 Seven、全家跟 Lawson 网友呢，大部分都在日本买了一些什么的零食啊，或者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在日本现场试吃给大家看，然后会有我小乔、摄影师，还有我们的男企划，我们4个人会共同一起来分享给观众朋友。那我们就一起开箱吧 ，Go！ 我很期待开心果口味，这是我推荐的。它这蓝色是什么？原味吗？对，应该是原本的，后来绿色的是新出的开心果口。哦，最近很夯吗？应该是还蛮夯的，还会有上。独立包装哎。对啊，这样其实这样携带还蛮方便的。回去伴手礼很好。我是很爱。那我们明天就去 Seven 扫货。那我觉得我要哎，先吃看看吧。先吃看看。它很特别，我以为是那种很硬的，结果它竟然是酥软化开的感觉。它这很像是一层一层蝴蝶酥的饼皮，像呼呼的感觉。对，它就是有点蝴蝶酥的饼皮。我觉得它很像有些台湾的西饼里面会放的饼干。但我重点，因为我是个不耐甜的人，但我觉得它这个口味很不错，它真的不甜，它吃起来不会觉得咬口或是刮舌，奶油也不腻。我就可以买回去给朋友。那奶油和开心果，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？开心果，我觉得开心果比较特别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奶油。它就是真的吃起来是非常香浓的，比我想象中的不甜。开心果它是可能一个比较特别的味道，但我觉得牛奶味非常的香。如果是我，还是会买牛奶回去当伴手。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推荐环节，小秋7分，猪8能气化9分，我给9分，我会愿意推荐给我的朋友来试吃的。是听说是你推荐的，怎么样？为什因为我么推荐它？上网查 Seven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商品，第一个就推荐对，跳出来这个，他说这是算蛮新的商品，长形的，然后也是这种洋葱酸奶的口味，薯条还蛮细的，好入口，好吧刮嘴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怎样？我刚吃了一堆甜的之后，我吃到血我好开心，久旱风甘霖。对，好舒服哦。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不爱洋葱，但这个洋葱味我真的可以。对我来讲，它那个洋葱的那个口感是简单的，然后现在声音一直在滚起来了。等会我们就要吃泡面，这个忍住，最近喜欢，我也喜欢，它好好吃哦。南气化的，因为我有吃过别款的，可是我吃的味道比较重，你喜欢重口味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它还是稍微淡一点点。因为我以前吃的洋葱酸奶，那个酸有一个化学酸味，这有点蛮自然的洋葱味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，小秋9分，猪9分，南气化1分，我给9分。现在这样评价，我应该算蛮高的。很高呢如果是这一包这样带回去分给人家，吃到的人应该会有点哇，有吃到那种新鲜满洋葱的那种口感。而且这个看电视啊，一道一包就没了。这个跟王子面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对，这个很容易被消灭。观众朋友也可以来试试看哦。下一个呢，我们要来介绍你们选的第一个冰品，为什么特别选它？这款叫做焦糖布蕾冰淇淋，这个是 Seven 的，其实它也有引进台湾，但是台湾价格一个要199，它在这边买多少钱？大概是一半价格，差很多。差很多。到日本来，我觉得省那个199，晚上可以多吃几个，真的还那我们就帮大家来试试看喽，有口感。很厚。它下面是有点像香草冰淇淋吗？牛奶冰淇淋，它那个焦糖的上面有一层白色巧克力，那个糖好吃。我觉得我喜欢，因为我喜欢布丁、奶酪那一类的。难气化应该给7分吧，感觉有点像小美冰淇淋。小美小美冰淇对，淋可，能它上面的焦糖还不错，之前没有吃过这样的 remix。我觉得它的那个焦糖，它最后有大人味的苦感，就是人生这么苦，它那个焦糖的尾韵真的超苦，但是它最后又有一点那个白巧克力那个甜味会回来，就会仿佛你的人生一般，先苦后甘的感觉。这样吃起来有人生百态吗？有我给他9分。9分，我会为了他再回来
吃。我一定给9分。你也给9分。其实我想给10分，但是因为它有大人的苦味，我不喜欢大人的苦味。要像我们这样子才有苦过的感觉吗？我们才能够体会这种苦吗？如果说我愿意给到9分，所以我觉得推荐给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来 7 的话，的冰品可以来试试看哦。接下来呢，进到本人最期待，因为这是我弟推荐的，他都说这个很厉害。你觉得看它的画面，你觉得它的口味是它就有怎么样？点像那种乌龙面豆皮寿司的感觉。是哦，因为我看这个样子，其实我没办法联想到它的口味。对，因为台湾的泡面都是有肉啊，画面看起来就是很缤纷。但是它很特别，它就是这里面然后它还附了一包七味粉。我们4位试吃之后，再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试吃的感觉是怎么样哦。我自己啦觉得很好吃，没有想过这个豆皮居然会是甜的。重点是它豆皮很大一块，它豆皮至少有我手掌这么大，它一整块豆皮在里面，那个豆皮就是甜的豆皮，超级好吃。而且我觉得它的汤非常的甜，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喜欢吃很软的面，我喜欢吃那种比较脆一点的，所以我会觉得它的面那个 Q 度的口感非常的好。所以要是我给10分，直至目前为止最满意。我给他9分，我觉得扣1分原因是他真的太朴素了，我觉得他也朴素了，但是我觉得一般的女生那种小鸟胃的，应该对这一碗是喜欢的。对，因为就是很简单，我相信它的热量应该也不会太高。上面就直接写 No.1 好吗？叔觉得怎么样？我一定给10分。重点是它的汤超好喝，很甜。对，我觉得泡面的汤很重要。真的，我应该也是给10分，因为我非常爱这一款。可是因为台湾吃贵一点哦，对，所以台湾其实吃得到的，在日本买可能是1半的价格。因为70、80块，台湾其实可以吃到满大餐，还有肉。对。可是因为我儿子还蛮爱的，因为甜甜的，大人小孩都爱的一个泡面。接下来呢是全家的巧克力饼干 ，Kiki 他推荐当时他说什么？他先冲进了全家就拿了这包，后来他就说上面卡通的 IP 最近出了电影，所以应该是日本的小朋友可能真的很爱的。它上面写的是水族馆，饼干的造型都是那个水族馆里会有的生物，然后后面也有一些水中生物的英文名，蛮寓教于乐的。对啊，小朋友边吃还可以这一只是边猫把猫放在水里吗？我上面的这些 IP 跟上面的那个水族馆的关不一样的。对对对对。接下来就进入到试吃环节喽。你拿到的是应该是金鱼吧？我看不太出来，真的是黑色的。这个是水母还是杏鲍菇？是水母，它是海中生物。啊，是香蕉巧克力饼干哎，它的香蕉味超浓。我想说半天工可以用，翻身的那个鱼。我以为它里面会像是那种一般那种干干的那种饼干的味道哎，它是饼干里面还有那个巧克力浓郁的味道，它很有层次。你看那个动物上面，他们有拿着香蕉哦，对，最上面其实是一个大香蕉。但如果这样小朋友可以吃吗？然后他会给他们吃这个，所以寓教于乐的没有用。因为我吃进去还蛮惊艳，我愿意给到8分。那吃进去那个香蕉冲到脑门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觉得哇香蕉口味了。我跟你一样是8分，我原本想给他9分的，但因为刚刚说了没办法寓教于乐，小朋友会吃巧克力，我扣掉1分，扣掉1分。对妈妈来讲，我一定给9分，因为它可以拜三牲。你很坚持哎。我应该也是给9分。 9分。虽然小朋友不能吃，他不能吃的就是爸爸可以吃，哦，都进爸爸的肚子里。那就直接买给爸爸就好了。就跟他讲说这个是水母哦，然后自己吃。没有，他会跟你说这是杏鲍菇吧？这个是弟弟推荐的，关西酱油做的洋芋片，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才有的，所以来到这个附近啊，大阪啊，就是这种西部的地方的时候，其实可以去买来吃吃看。就是他这边真的写的关西之味，好像有一点就是煎鱼酱油的部分。我跟你说，它的那个厚度比较厚，它跟我们平常在台湾吃的波卡不太一样。然后像它这个都还有那种卷曲感，然后我觉得它的那个自然感会比一般的那种更有满足的味道。酱油我觉得是清清淡淡的，有点回甘那种酱油回甘味道，但它没有到非常的浓，不像吃什么酱油拉面那么咸。我给9分，这很高呢。因为我是个很喜欢吃洋芋片的人，对我来讲，我愿意再带回去给家人吃。我应该会给它个8分，它的颜色其实很平淡，然后你觉得它其实上面裹没有太多的那种酱料粉，对，它吃
吃起来就是味道其实是够的，它已经吃进去，它吃进去了，它而且蛮香的。我也觉得它真的是合在洋芋片里，但我给7分，因为我觉得它没有那种刷水感。哦，我喜欢那种一直想吃，一直想吃，因为它比较厚，所以你要多嚼几次，会觉得有点累。是这样吧？一直这样，是这样吧？用力的嚼2下。牙口不好，我给10分，10分，爸爸口味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吃过酱油口味的洋芋片，新奇的。如果以新奇来介绍给观众的话，我觉得是你们从来没吃过的味道。我这一次在逛关西的时候，我发现到他们有非常多关西限定的商品。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来大阪啊、京都啊，我觉得这个洋芋片蛮推荐给观众朋友的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到 Lawson 的环节，这个部分结束就可以下了。哦，碎的。好嘞，好来，我们先介绍第一个商品是这个网友推荐的麻吉冰。你们有吃过麻吉冰这种东西吗？我最喜欢吃麻吉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从小就是吃这个长大的。因为其实台湾很久以前就有进口麻吉冰，日本的进来。对。可是后来就都没有了，就被台制了。对。你们有吃过麻吉冰吗？没有。杜老爷的哦。而且它的口味其实还蛮多的，就是香草啊，还有芋头。好，我们都来试试看麻吉冰喽。PQ 吗？很 Q 哎、我觉得它的皮真的非常薄，Q 弹程度大概都这样子，所以其实真的非常厉害。对，我给它10分。10分。对，因为这是我刚刚讲的嘛，就是很久没有吃到进口的麻吉冰，不然我都吃台制的。对，那个皮其实没有它那么偏厚，对，皮还硬硬的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真的不错吃。我自己个人也给9分。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体验度还蛮好的。我给10分，10分，因为我喜欢吃麻吉，但它麻吉很薄，对，然后冰淇淋很绵。那南气话嘞，我给9分，9分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比台湾卖的口感还要来得更好。可是扣1分的原因是因为有相同品相的，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惊奇。所以如果假设里面换成不同口味的冰淇淋，对，如果今天换成像日本可能比较流行，如果是哈密瓜口味的，就好啦，其实我们分数都还蛮高的，推荐给各位朋友参考喽。下一款呢，听说还蛮厉害的，叫做富士山造型的，它上面写生果子，然后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像富士山的山顶，下面是水蓝色的果冻这样子。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进入试吃环节喽，1、2、3。还行。美美的把它倒出来之后，上面大白色到底是什么？这就是奶酪。可是我觉得不会，因为它蛮乖的养乐多。哦。我刚刚倒出来的时候有点像那个弹珠汽水，它是那种蓝色的，蓝色透明的。合在一起吃，我合在一起吃，我感觉你的分数会很高。我先讲我的分数，我给10分。上面养乐多吧，可尔必斯。哦，对，它上面是可尔必斯的口味，下面是弹珠汽水。第一个我觉得它外观，真的很吸睛，真的会让我想到去看过富士山的感觉，就那种清透感，它真的有把那个富士山的造型做出来。第二个是口味这件事情，我会觉得哇，没想到清爽感突然间跑出来，令我觉得非常惊艳的一个果冻。我给9分，我个人喜欢弹珠汽水，然后再来是这种造型，尤其是富山造型的食物的时候，其实看到是有点干干，你就觉得说这种东西会好吃吗？就是以造型为主的东西都会让你有点失望，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。但是它的在上面的那个可尔必斯再加下面的汽水混在一起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还不错，不会很腻，不是到很甜，但是香气都有。猪觉得怎么样？我给8分，8分，就是我会有一种可尔必斯跟汽水混合喝的感觉。南气话，我给10分，10分，你看，因为它不管是外形或者是吃起来的味道，都是新奇的。其实你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的话。我先讲再换，知道你的文词造诣没有这么好，这样子就到这吧。好了，那这个部分推荐给观众朋友喽。下一位选手也是 Lawson 的透明布丁，是透明的，不是被吃光了。没有，这是透明的，好吗？日文写你看得见吗？有创意，觉得这包装无意极简风。对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味道喽。它连那个酱都是透明的嘛，它这样有点像水性雪碧。哦，对，它有点像。医生，我知道上面是什么了。你们试试看看，我觉得它超神秘的。各位观众，这一样东西是赞叹这科技，咖啡豆，好屌哦！
整颗完完全全是咖啡冻。那你有超奶味吗？它连倒上去的那个是奶味，奶味的糖浆，它吃起来虽然是透明的，但是它真的很像拿铁的咖啡冻。对，就是或是我们吃的咖啡冻加那个奶球。重点是，其实我刚刚在开包装的时候发现到它其实有个小心机，你有看见吗？它下面其实有写的浅浅一行字，我真的没看见。然后我就念出它的名字，我心想说，怎么可能？它真的做出来真的是，它就写咖啡，透明的咖啡口味，我给10分，我给10分，我给10分，我也给10分。天大满贯！我一开始以为它就是像那个水性旋饼那样子，其实水性旋饼没什么味道。对，然后就是靠那个黑糖浆嘛，对，所以我就看它里面有那个糖浆的时候，我心想说啊，那应该就是个水性里面加黑糖浆。对，我本来也以为是黑糖浆，对，结果拿出来现在倒出来是透明的，我觉得那真的超屌的。我们一致推荐，如果你今天想要来这边尝鲜的话，欢迎你来买这个所谓的透明布丁，来尝试一下它的口感哦。进入 Lawson 的最后一位选手，就是我们今天特选，这是我选的哦。我看到网友推荐之后，觉得这超棒，我想说把咸食放到这，你的表情是？我超想要吃这个，期待是吧？它是火腿加 cheese， 网友推荐说它其实可以搭配酒的，但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鼓励大家喝酒，所以我们就只有单纯吃它。然后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味道喽。哦，就 combo 哎，就 combo 吗？哈，这是大人的味道。哦，碎呀！这真的是大人的味道，我要评价杯糖。跟这个来讲，它很好吃。它中间的那个乳酪是有烟熏过，所以它那个味道不会那个奶味那么强烈。我就想说，这么大一块吃进嘴巴里面，应该会觉得很腻，但它那个烟熏感让你那整个起司那个奶味最重掉。麻烦帮我开瓶红酒，超级好吃。第一个是它的 cheese， 它不像那种就是干 cheese， 它其实有点湿的 cheese。它入口进去之后，你那个 cheese 的那个咸味回来，我刚刚吃的甜的全部都不见掉，全部一扫而空。然后那个烟熏的那个火腿，我个人非常喜欢。而且有点 Q 度，对，有点 Q 度，它吃起来没有那种很柴，或是对它吃起来就是这种烟熏火腿感。如果你今天是在楼神，然后晚上啊喝点小酒啊，在日本啊跟朋友一起啊，就买一个东西来配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还蛮合适跟朋友一起吃的，而且又有那种氛围，那个仪式感又瞬间就来到意大利呀。那企划觉得蛮好吃的，大概给它个8分，需要配个酒啊，或者是茶，中和一个味道。对，不然单吃有点就是偏咸。对，叔觉得我不评分，因为我怕影响大人的，对，完全是个人口感。那你给几分？我给10分。我也给10分。在买这个的时候，再去旁边超市买一些日本哈密瓜，切成小块，对，放在旁边配。甚至我跟你说，家里面如果你当一个前菜，就这样再配一点水果装饰，就直接可以出菜了。我觉得这太方便了。对我来讲，今天这一集来做一个结尾，我觉得很棒 ，perfect。我们吃完这么多样，今天哪一项是你会最有印象，或最想推荐给观众朋友？我要推的是那个香蕉巧克力饼干，它跟我既有的那个饼干的印象完全不一样，然后吃起来也没有那个饼干很干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很值得去尝试。猪呢？因为我是水瓶座，一定是透明的咖啡豆，它真的太厉害了，厉害到不行。难气化，我其实原本也是想选透明布丁，被选走了吗？对，不管是外形和吃的味道，是真的是惊艳，哇哦，真的是哇哦！那如果第2名的话，我是会投给富士山。对，富士山。那我呢？我反而是给最后一个，没有想过可以在 Lawson 买到意式的一种小店。对于喜欢这种有点生食带一点cheese的这种口感的人来说，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便利，而且其实价格并不会很高。而且来到日本，很多人都会买酒喝。这样子下班之后没有下班，还在上班，就是我们这样子配一个小点心，我会觉得这样的部分其实是还蛮适合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。那我们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喜好，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开箱，而且是国外做开箱。那如果观众朋友呢对这样子的影片觉得我们很有趣啊，或者是觉得蛮喜欢，或者是如果你有觉得哪一样东西你曾经在日本的便利商店喜欢的，你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告诉我们。然后未来我们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也会在其他的影片我们来去做这样子的开箱。那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就非常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们的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。最后记得锁定蛙家，每周3更新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